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3月14号，星舰进行了它的第3次飞行实验。虽然实验没有达到所有的实验目标，但如果按照一次性使用火箭的标准，星舰已经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接下来 SpaceX 在星舰上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如何让超级重型助推器和星舰飞船可靠的返回上，其中要点包括飞行姿态的控制、发动机及燃料供给系统的控制、超级重型助推器的贮箱结构，以及解决飞船返回时防热瓦脱落的问题上。在我看来，飞行姿态控制可能就是其中的关键。另外，如何使燃料供给系统能够在即使推进器的飞行姿态不甚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仍能有效地向发动机供给燃料，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星舰的3飞过程中，克服了2飞时暴露出来的问题，超重在分离之后，发动机再次点火成功，完成了超重在空中的翻转，也就是现在咱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红色方块所释出的这一部分。但超重在即将着陆前，发动机的第3次点火，也就是着陆前的制动点火，却没有取得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此时超重的飞行姿态不稳定，而这个时候由于超重贮箱内的燃料已经基本耗尽，只是存余了极少的燃料。在超重在空中不停地转动的情况下，这些极少的燃料在贮箱里会不停地移动，燃料供给系统不能持续可靠地获取这些在贮箱内四处移动的少量燃料，从而导致发动机燃料断供，造成发动机无法启动，或者是启动后很快就会熄灭。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像屏幕上红色方块所示的那样，增加2个小型的燃料贮箱，在每次火箭发动机关机前都先启动加注系统，让小燃料贮箱处于充满状态，用小贮箱内的燃料使火箭发动机再次点火。点火后，由于发动机的矢量推力能够使火箭的姿态稳定，并形成适合的加速度，这样大燃料贮箱内的剩余燃料就可以基本上保持在被燃料供给系统所获取的区域，燃料供给系统就可以正常的从贮箱内获取燃料了。但是这种方法在工程上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解，相信 SpaceX 的工程师们一定已经找出了最适合他们的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最近1周多的时间里，准备进行星舰第4次飞行实验的 SN-29 飞船和 B11 超级重型助推器分别在星舰的发射场进行了静态点火实验。实验后，马斯克发推文说，星舰的4飞很快就会到来。在一般情况下，一旦进行静态点火实验，助推器和飞船的主要结构和配置就会被固化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会再进行诸如结构变化之类的重大改进。SpaceX 的工程师不太可能在上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就安排静态点火实验，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星舰的下一次发射了。说起星舰，现在的星舰还只是V1版的星舰，我的观众朋友们对这版的星舰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它直径9米，高121米，在全部重复使用的情况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能达到150吨。它是由位于下方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和位于上方的星舰飞船组成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的直径是9米，高是71米，安装了33台海平面版的猛禽2发动机，最大的推力能达到7590吨。而星舰飞船的直径也是9米，高是50米，安装了3台海平面版的猛禽2发动机和3台真空版的猛禽2发动机。相比于海平面版，真空版的猛禽发动机具有更大的喷管和更高的推力，在太空中它的推力比海平面版大 15%。 星舰飞船的总推力达到了1500吨，而它的推进剂加注量则可以达到1200吨。那么可能会有朋友问，这1200吨推进剂能够使飞船带着150吨的载荷登陆火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来看看星舰发射的飞行过程。
星舰组合体在加注满推进剂之后，从发射场发射，升空后大约2分50秒，超重就和飞船分离了。此时飞船的高度大约是72公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5700公里。这离200公里的最低的近地轨道高度，以及达到这个轨道所需要的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还差得很远。此时飞船需要消耗自己携带的推进剂，依靠自己的推力将自己送进近地轨道。当飞船达到近地轨道并达到所需的速度的时候，其自身所携带的推进剂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此时的飞船是无法摆脱地球引力，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进入霍曼转移轨道，飞向火星的。对此 SpaceX 的解决方法是在轨为飞船进行推进剂补充。为此 SpaceX 还专门设计了一种被称为星舰游船的飞船，游船可以为其他航天器在轨进行推进剂补充，这就包括了星舰飞船。在经过多次的在轨推进剂补充之后，星舰飞船才会飞向火星。那么问题就来了，星舰飞船飞向火星，并在火星表面着陆，至少需要多少吨推进剂呢？要知道，星舰飞船一次最多只能携带1200吨推进剂。这些推进剂够用吗？我先直接给答案，够用。1200吨推进剂足够星舰飞船在即使不利用引力弹弓的情况下，完成飞向火星的加速、接近火星的减速和最后着陆等动作。事实上还不需要1200吨那么多。如果有效载荷是150吨，假设星舰飞船的质量是60吨的话，大约只需要600到900吨推进剂就够了。但着陆后的星舰飞船的推进剂基本上已经消耗干净了，没法返回地球了。那么人类第一次登陆火星之旅就注定了是有去无回吗？在这儿呢，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完全可以在登陆火星之后再乘星舰飞船返回地球，只不过那样要稍微麻烦一点罢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呢有很多种，我在这儿呢就先只讲一种，比如让火星探险队员在登陆火星之后，就依靠带去的设备在火星上制取推进剂，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星舰使用的推进剂是液氧和液态甲烷，现在人们已经基本上可以确认火星上存在着大量的水。火星地表以下1到2米的浅层就发现了水冰的沉积，而这些水冰沉积向下延伸的厚度超过了100米，这几乎覆盖火星全球的水冰就是巨大的水资源库。再加上火星南北两极的极冠中保有大量的水冰，据估计火星南北两极的极冠中的水冰如果全部融化并且均匀地分布到火星的表面，会形成一个10米厚的水层。这些水不仅可以用来维持生命，更重要的是通过电解水可以提取氢和氧，而氧不仅可以用来呼吸，还可以直接供飞船使用。火星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超过了 95%。 2021年美国的核动力火星探测器毅力号成功的使用自身携带的火星氧气现场资源利用仪，利用火星大气制取了氧，也得到了碳。这些碳和前面提到的电解得到的氢就可以生成甲烷。至此，飞船所需的推进剂的来源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由于每26个月才有一次地球火星之间的发射窗口，火星上的探险队员们有大约19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那星舰飞船仅能装1200吨的推进剂，星舰飞船从地球上发射的时候，那可是先用了一个超级重型助推器把它送到了70多公里的高度，再经过数次的在轨燃料补充，最终才飞向火星的。星舰飞船加满推进剂之后，真的能从火星直接飞回地球吗？我还是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没有问题。由于火星的质量不到地球的 11%， 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不到地球的 38%， 因而火星的逃逸速度要远小于地球。在地球上，航天器想摆脱地球的引力，在太阳系内航行，需要达到 11.2 公里每秒的飞行速度，而在火星上想摆脱火星的引力，
在太阳系航行只需要大约 5.03 公里每秒的速度就够了。较小的引力使得推进剂的消耗量大大减少，再加上返程的时候，由于不需要携带大量的火星探测设备，飞船的有效载荷也会大大的减轻。我们假设回程的时候的飞船的有效载荷是50吨，这包括了探险队员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设备和消耗品，以及从火星带回的纪念品。经过粗略估计，返程所需消耗的推进剂大约只需要500吨就够了。当然，带这么少的推进剂是不足以使回来的飞船在地球轨道上减速的。返程的飞船只能以大约12公里每秒的速度冲入大气层，利用地球浓厚的大气层来减速，就像当年运载登月后的宇航员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阿波罗号飞船一样。不过这样的话，星舰飞船上的着陆系统就需要进行改进，还想用筷子进行回收，估计难度就有点大了。相对容易的还是使用降落伞在海面上回收。听了我这些介绍之后，大家是不是对星舰更感兴趣了？看来星舰还真的能把人送上火星，再送回来。只不过认真说起来，想送人上火星，不管是双程的火星探险，还是单程的火星殖民，V1版的星舰的运载能力还是显得稍微小了一点，所以马斯克才提出了 V2 版和 V3 版的星舰。到 V3 版星舰出现的时候，估计就离载人登火星不远了。眼下的 V1 星舰还是用来发射星链卫星，送人登陆月球，并参与月球空间站和月球基地的建设更为合适。在节目结束之前，我还要和大家先道个歉。在我前面的火星殖民的步骤那期节目里，说到火星改造的时候，我说了火星大气的改造，却忘了说火星磁场的改造了。我在那期节目里已经介绍过，地球磁场对地球大气和地球上的生物有巨大的保护作用，但火星的磁场强度只有地球的 0.5%， 这样的磁场强度是不足以保护火星的大气和生物的，因此必须设法加以改造。具体的改造方法有，第一种就是发射卫星，通过发射带有巨大电量的卫星进入环绕火星的轨道运行，形成磁场。这种做法的关键是解决卫星上的电量如何长期保持的问题，或者在卫星上放置有很强大磁性的磁体，形成磁场。但如何找到有这么强大磁性的磁体，这还不太容易。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利用火星的卫星，就比如火卫一，把火卫一的表面物质离子化，形成一个沿火卫一轨道的等离子环，就可以解决火星磁场的问题。但这种方法需要巨大的能量，在可控核聚变小型化之后，直接将可控核聚变的反应堆放到火卫一上，有可能实现这一设想。第三种做法就是对火星进行内部改造，可以利用地下核爆的方式重新启动并循环火星的铁质内核，或者在火星的地下布置巨大的线圈来产生磁场。在这些设想中，我最看好的方法呢是第二种，不知道您怎么看？不过不管怎么样，改造火星磁场似乎要比改造火星大气要相对容易一些。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不知道您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是不是更希望星舰能够尽快投入使用了？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最后，我还要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